校长把女生绑在桌子上做游戏，教导主任在厕所里欺负女学生，班主任把男生带回家一起洗澡，宿管阿姨把学生的头按进洗衣机里折磨。以上这些是发生在一所学校的真实事件，受害者多数为10岁左右的残疾孩子，他们天生聋哑，并且基本上都没了父母，要么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要么就是靠救助金活着。学校老师们就是仗着这些，才敢对学生做出这么变态至极的虐待。更恐怖的是，这种劣迹竟然持续了长达5年之久。要不是后来有位老师曝光了此事，可能这个秘密到现在都没人知晓。而老师的曝光过程可谓是难如登天，这部电影就是以他为原型进行改编的，当时一上映就轰动了整个韩国，甚至让当地政府修改了宪法，并且还以电影的名字命名为熔炉法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熔炉，看看当年那所学校到底有多黑暗。故事以老师任浩的视角展开，这是他第一天来这所叫慈爱的聋哑学校报道，可没想到刚进来就发现了奇怪的一幕。他热情地跟学生打招呼，可学生却表现得非常冷漠，甚至拉起旁边的同学跑了，似乎很不欢迎新老师的到来。而紧接着，任浩来到校长办公室，因为他是通过关系推荐过来的，所以校长对他很客气，还喊来教导主任陪他熟悉环境。但让任浩没想到的是，教导主任竟然和校长是一对双胞胎，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不过性格却完全不同。主任把任浩带到班级门口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伸出了5根手指。起初任浩以为这是欢迎他的方式，上去就跟对方击了个掌，谁知主任立马就变了脸色。장난해? 서울 사람이 왜 이렇게 눈치가 없어? 原来那5根手指的意思是5000万韩元，表面说是学校的发展基金，实则就是花将近30万人民币买个工作，而这还是出于友情价，不然少了1个亿都不行。无奈之下，任浩只能联系自己的母亲凑钱，因为他妻子早就离世，自己还有个先天性哮喘的女儿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个铁饭碗，他不想浪费掉这次机会。任浩正式上班的第一天，他用4个苹果教学生们绘画，同时也有3个学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首先是这个叫严豆的女生，她的绘画天赋很高，可面对夸奖，她却表现得十分冷漠。另外还有她的同桌，这个女生看着有点不太聪明，甚至还把教学用的苹果给吃了。而最后一个则是这个上来就迟到，还满脸伤痕的男生，他叫明秀。任浩从班主任口中得知，明秀的弟弟前2天去世了，最近他心情不好，所以迟到再正常不过了。而至于他脸上的伤，班主任是只字未提，任浩也没好意思过多询问，只是晚上特意翻看了明秀的档案，发现他的身世十分可怜，爸爸是个智力障碍患者，妈妈生下弟弟后就失踪了，破碎的家庭全靠年迈的奶奶支撑。任浩又看了严豆的档案，他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双双离世，自己也因受伤导致失聪，而他的同桌小雅则是个智商只有5岁的孩子，除了吃别的啥也不知道。看到这里，任浩难免为这些学生感到悲伤。而此时已是深夜，就在他准备下班回家的时候，突然在走廊里听到了惨叫声，他循着声音找到了女厕所，可刚开口询问，里面的惨叫就戛然而止。好奇的他想要开门一探究竟，怎料保安却在这时喊住了他。保安说，这里的孩子一无聊就会发出奇怪的声音，只要习惯了就好了。接着就以要锁大门为由，让任浩赶紧离开。但此时的任浩并不知道，这是他第一次离黑暗那么近，也是第一次离拯救一个孩子那么的近。第2天，他拿着东拼西凑来的5000万现金，来到了校长的办公室，没想到一个警察竟然也在屋里。起初任浩还有些犹豫，但校长却当着警察的面声称发展基金是合法的，说着就把钱给接了过来。而当任浩回到办公室，又看到班主任竟然在殴打明秀，即便任浩第一时间上前阻拦，班主任还是用尽全力给了最后1巴掌才肯停下。接着他就开始抱怨，说明秀昨晚上带着2个女生偷跑出了学校，害得他一夜没睡好不说，还遭到了校长的严重批评，所以才会发如此大的火。看着满脸鲜血的明秀，任浩一时间也不知该说什么，毕竟他只是个刚入职的普通老师，就算心里再看不下去，也只能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这所学校里的事儿竟然多到他想躲都躲不掉。下班回家的时候，他又看到小雅竟然独自坐在窗边，一副想要轻生的样子，吓得任浩赶紧闯进宿舍，立马将小雅给抱了回来。而小雅看到任浩就跟见了恶魔似的，边发抖边蜷缩进了角落。任浩见状也不敢多待，在表达完没有恶意后就准备离开，谁知小雅却在这时突然拉住了他，并且把他带到了宿舍的洗衣房。刚开始任浩还很疑惑，直到看见里面发生的事情后，才彻底搞懂了小雅的意思。因为此时严豆正在被宿管阿姨虐待，她把严豆的头按进洗衣机里来回折磨。任浩上前大声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可他的话却差点把任浩当场气死。 방과후의 교육은 제 소관이에요. 선생님이 상관할 일이 아닙니다. 세탁기에 애를 집어넣는데 상관하지 말라고? 당신 미쳤어? 서울서 선생이 하나 왔다더니 똥오줌도 못 가리는 놈이었네. 총구석에 있다고 내가 우스워 보여? 서울에 있는 내 친구들 다 고시 패스해서 검사하고 변호사야. 당신 한 번만 더 이딴 짓 하면 공반 먹여줄 테니까 알아서 해. 此话一出，宿管阿姨再也没了嚣张的气焰，而任浩则赶紧把严豆送进了医院，接着又联系了人权中心的朋友，让小美帮忙照顾一下严豆，而他自己则找校长为严豆讨要说法。可校长表面很关心严豆的伤情，实则心里却一直在打着小算盘。他以宿管阿姨给严豆道歉为由，不停询问严豆在哪家医院，并且还表示住院费学校会出。最终任浩选择相信校长，可谁知刚把医院地址说出去，小美就突然把他约到了餐馆，因为他从严豆那里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，那就是严豆被校长侵犯了，而且被侵犯的还不止他自己，加害者也不止一个。除了校长2兄弟以外，还有很多老师，其
其中班主任最为变态，因为他喜欢的是明秀，而孩子们也曾想过报警，但警察却和校长狼狈为奸，转头就又把人送回了学校，而这就是他们被集体殴打的原因。更离谱的是，宿管阿姨和校长有一腿，所以吃醋的他才会如此虐待严斗。听到这里，任浩突然想起自己暴露了严斗的位置，于是赶紧来到医院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，病床上早已没了严斗的身影。就在焦急之时，小美突然听到衣柜里有哭声，原来严斗在校长来之前就藏在了里面，这才躲过了一劫。现在已经看清了学校的丑恶，任浩干脆把严斗和小雅都接到了人权中心，他们架起摄像机，让严斗描述一下被侵犯的过程，以便作为举报校长的证据。而面对镜头，严斗开始用手语讲述。那天放学后，校长把他喊进了办公室，一边播放着恶心录像，一边将手伸向他的衣服。意识到不对的严斗赶紧跑开，然后一路躲进了女厕所。可即便这样，还是没能逃过校长的魔爪。校长踩着马桶爬到了严斗的隔间，先是一顿毒打，接着便开始了他的畜生行为。而当时任浩就在厕所门口，距离严斗仅有一门之隔，可惜最后却被保安给骗走了。就在任浩为此感到悔恨时，一旁的小雅突然开始了大哭，原来她也想起了自己被侵犯过的事情。严斗见状也出面作证，因为他亲眼看到过，当时还被校长给发现了，并且校长还用手势警告他，如果敢把这件事说出去，就抹了他的脖子。听到这里的小美再也坐不住了，第二天就拿着录像来到教育局，势必要让校长等人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可没想到教育局的领导却说，侵犯是在放学之后发生的，所以不归他们教育局管，应该去找市政厅的人。此话一出，小美当场怒了，因为就是市政厅让她来教育局的。아줌마아이들이학교에서 그런 일을 당했는데 다들 자기 소관이 아니라고 하면 도대체 이게 누구 소관이란 말이에요? 청와대 소관이에요? 아니 백악관이요? 시청이죠. 面对这踢皮球一样的态度，小美索性直接来到了警局。然而警察也早已收了校长的贿赂，就算小美说破了天，人家就是不给立案调查。就在绝望之际，同事突然打来电话，说首尔电视台得知了这次事件，并且很愿意帮助他们揭露校长的罪行。这瞬间又让小美看到了希望。而与此同时，班主任又在办公室里殴打明秀，想要从他嘴里问出严斗和小雅的下落。然而明秀却始终保持沉默。于是班主任拿起一旁的球杆，打算换个大点的地方，对他进行更凶狠的逼供。谁知却在门口看到了任浩，他手里抱着一盆兰花，这是母亲让他送给校长的礼物。原来母亲为了凑够那5000万现金，变卖了首尔唯一的房子，但孙女的哮喘病也需要花钱，所以他就准备了校长最喜欢的兰花，让任浩一定要跟校长搞好关系，千万不要弄丢这来之不易的工作。而刚才班主任在殴打明秀的时候，任浩其实已经在外面站了很久，他也极力克制了很久。为了自己的小家，他本来不想再插手此事，可看着明秀被班主任带走，他最终还是没忍住。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坠入深渊，更不想变成和他们一样的衣冠禽兽。于是手中的兰花便化为了正义的武器，狠狠砸在了班主任头上。哪怕会因此丢掉工作，甚至会有更严重的后果，但只要能救出明秀，能帮助更多孩子脱离苦海，那这一切就已经值得。任浩把明秀带到了电视台，而在镜头面前，明秀也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他已经忘了班主任打过他多少次，但他记得有天晚上，他和弟弟一起被班主任带回了家。而在洗澡期间，班主任一直对弟弟做着轻抚动作。明秀见状想要阻止，却被一脚踹出了浴室，接着又遭受了一顿暴打，很快便疼晕过去。而等他再次醒来，弟弟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他想要出门寻找，却被班主任强行拽回屋内，开始了难以描述的行为。第二天，弟弟的尸体被人发现，虽然都说是卧轨自杀，但明秀知道是班主任害死了他。很快，孩子们的遭遇就被媒体曝光，虽然视频全程没有声音，但却震得人们耳朵生疼。警局也迫于舆论的压力，不得不行动逮捕校长等人。可本以为事件到这就结束了，谁知真正的战争只不过才刚刚开始。在去往警局的路上，警察一直在给校长出谋划策，让他务必请一个刚退休下来的法官当律师，还必须得是部长级别以上的。因为在韩国有个叫前官礼遇的规定，简单点说就是，只要找到这样的律师，并且是他转职后的第一个案子，那么所有人都会帮助他打赢官司。果不其然，到了开庭这天，法院门口全是给校长鸣不平的人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当任浩带着3个孩子从这经过时，他们还大声地进行污蔑。好在孩子们听不到声音，不然真不知道他们会有多寒心。法庭上，作为被告的校长率先发声，但无非就是给自己狡辩，说他帮助了多少残疾孩子，又资助了多少慈善事业，怎么可能会做出虐待学生的事情呢？紧接着，学校保安也出面作证，说他在学校工作了5年，每天晚上都巡逻检查，从没见过学生进校长办公室的情况。就连那晚任浩差点撞破侵害时的事情，保安也给出了完美解释。他说后来自己进厕所里看过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。很明显，他已经被校长收买了。同时被收买的还有个女医生，她曾为小雅检查过身体，说小雅虽然已经不是处子之身，但这并不能代表就是侵害所致，毕竟骑车或者运动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。检方律师听后立马站了出来，因为他发现医生写过2份分析报告，按照第一次报告上的内容，小雅被侵害的时间并不是近期，而是至少有5年之久。那为什么现在又说不是侵害所致呢？医生顿时就被问住了。辩方律师见状赶紧帮忙，他说5年前小雅才9岁，根本不可能和成年人发生关系，除非是他自愿配合的。此话一出，现场瞬间就炸开了锅，都在指责律师与禽兽无异。
受害者小雅被叫上台发言，律师让他指出这3人谁欺负过他。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小雅的答案竟然是3个人都有过。而当问到几次时，小雅查起了手指，但却多到根本数不过来。因为从小学3年级开始，校长几人就一直对他做那种事情，并且为了防止他乱动，每次都会先将他绑起来。虽然完事后能得到一些零食，但现在回想起那悲惨的遭遇，小雅还是被吓得当场失禁。眼看着局势越来越不利，校长居然在休庭期间派人私底下找孩子家长协商。因为根据当地法律，13岁以上的孩子受到性侵犯，如果家长同意和解的话，那么孩子们的证词就会全部失效。而小雅的父母全都是智力障碍患者，根本就不懂得人心险恶。林秀家里是年迈的奶奶说了算，也很难经得住威逼利诱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只剩下无父无母的严斗，才是能不能打赢这场仗的关键。而就在开庭之前，任浩的老师突然把任浩约到了餐馆。当初任浩就是靠着这层关系，才获得了去学校执教的机会。而如今老师和辩方律师坐到了一起，意思也就再明显不过了。律师拿出任浩之前贿赂学校的现金，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好几倍，希望任浩能放开严斗的手，只要不再参与这件事，荣华富贵、高官俸禄都在前面等着他。但任浩还是果断拒绝了。他给老师说了声抱歉，然后站起身就准备离开，谁知律师却喊住了他。 어린 따님 생각도 하셔야지. 따님이 많이 아프다면서요. 在亲情和萍水相逢之间，任浩犹豫了很久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。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后，无法理解的她直接来到法庭，对着这个傻儿子就是一顿灵魂拷问。难道一个外人的孩子还比不过自己的亲生骨肉吗？ 얘 그런 일 당했을 때 나 거기 있었어. 근데 아무것도 못했어. 지금 이 선 놔버리면 소리한테는 좋은 아빠가 될 자신 없어. 庭审现场，严斗十分肯定地说是校长侵犯了他，但律师却开始诡辩。校长和教导主任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怎么能确定对方是校长呢？很明显，校长此时已经有了让弟弟顶罪的想法，但他们还是低估了严斗的聪慧。他朝着校长和教导主任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，然后立马就准确地指出了校长。原来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不会手语，而当初校长侵犯严斗以及小雅的时候，都做出过这种简单明了的动作，但教导主任却从没做过。所以当严斗比划的时候，做贼心虚的校长自己就暴露了。眼看着局势越来越不利，辩方律师只能拿出最后的杀手锏，因为在严斗的证词中说他听到校长办公室里有求救声，这才跑过去查看，结果看到了小雅被侵犯的一幕。但问题是，一个聋哑人怎么会听到声音呢？于是为了确认这一点，他们在严斗身后放了一个音乐盒，如果严斗能听到音乐就举手。而随着律师按下开关，严斗真就缓缓举起了手。当律师关闭音乐，他又放下了手。接着律师又做了好几遍，严斗每次都能准确地给出回应。原来他真的可以听到细微的声音。最终，法官认可了严斗的证词，并将下次开庭时间定在了周五。支持严斗的人群顿时欢呼起来，他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。与此同时，小美来到明秀的家里，本打算劝明秀奶奶不要同意和解，可结果还是晚了一步。宿管阿姨已经跟老人达成了协议。 민수 할머니 돈 보더니 바로 도장 찍더라. 참 웃겨. 아무리 없이 살고 못 배운 인간이라지만 어떻게 자기 손자들이 그렇게까지 당했다는데 돈 몇 푼 받고 합의를 해주네. 하긴 뭐 이해가 안 가는 것도 아니야. 아들이라고 하나 있는 건 산송장증 누워먹었지. 며느리는 야반도주했지. 거기다 손자들까지. 귀먹어로. 난 이럴 땐 하나님도 참 너무하시다 싶다. 看着老人落寞的背影，小美最终也选择了理解。而对此毫不知情的明秀，此时还在努力为庭审做着准备。严斗表现得那么好，他也不想拖大家的后腿，一定会把班主任的罪名坐实。看着决心这么强的明秀，任浩实在不想告诉他真相，但事实就摆在面前，他能做的就只有安慰。夜里，严斗突然把任浩叫醒，因为他又想起了一个细节，那晚校长让他看的录像，里面的男主好像就是校长本人。于是任浩赶紧和小美展开行动，他们潜入校长办公室，结果还真在里面发现了摄像头，这是校长故意安装的，就是为了拍下整个过程，以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。根据视频上的时间，校长在侵犯小雅的那天，小雅还没有超过13岁，也就是说，就算他的家人同意和解，哪怕校长的律师拥有前观礼遇，在这么确凿的证据面前，他也难逃法律的制裁。不过这种视频并不能当庭播放，只能由检方单独交给法官。
很快就到了终审这天，看着法院门口上方的几个大字“自由、平等、正义”，任浩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他公正的答案。可谁知到了法庭之上，当判决结果出来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那些话就是狗屁。因为校长3人最终都只被判了1年有期徒刑，并且还是2年缓期执行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们最终不会得到任何惩罚。而那段视频也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，因为法官自始至终就是校长的人，甚至给孩子们辩护的律师一开始也已经被收买。这期间发生的事不过是一场戏，一场演给受害者们看的戏。宣判结束后，校长几人在 KTV 里开怀畅饮。更讽刺的是，他们嘴里竟然还喊着事必归正，律师更是不停的炫耀他是如何一步步打赢的官司。而另一边，当任浩和小美赶回去后，却从严斗口中了解到，明秀居然找班主任报仇去了。没错，既然正义无法得到伸张，那就只有用自己的方式解决。他在班主任回家的必经之路上等待，见到人后二话不说，直接上去给了他一刀，然后又用尽全身力气将其死死的压在铁轨上。火车很快就呼啸而过。等任浩找到这里的时候，现场只留下了满地鲜血和一只掉落在地上的鞋子。明秀的灵堂被设立在了法院正对面，而灵堂外坐着的全是一些聋哑人士，就算面前是全副武装的警察，他们也举着抗议牌子一动不动，甚至当看见法官的车开出来后，还纷纷拥上前扔鸡蛋，宣泄着心中的不满和愤怒。警方动用高压水枪驱赶他们。混乱中，任浩抱着明秀的遗像走出来，如今他能做的就是让那些旁观者，让这个世界看看明秀，看看这个悲惨的少年。이 아이는 그럴 수도 말할 수도 없는 아이입니다. 이 아이의 이름은 미스라고 합니다. 들을 수도 말할 수도 없는 아이입니다. 여러분, 이 아이의 이름은 미스라고 합니다. 任浩就这样一遍遍重复着这句话，同时也被水枪一次次击倒，然后又一次次站起来，直到最后彻底没了力气，直到明秀的遗像被踩碎，直到看热闹的人群离开，直到他们全都被抓进警局。时间来到1年后，虽然那群恶人们至今没有受到惩罚，不过好在被欺负过的孩子们终于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关爱，而他们脸上也终于洋溢起了笑容。虽然故事结局或许并不是完美的，但在这段并肩作战的过程中，孩子们却知道了被珍惜、被爱护的感觉。就如电影中所说，我们一路奋战，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，哪怕我们从来不曾赢过。